来跟你们分享的是我的11月最爱。那在分享11月最爱之前呢，我要先跟你们说一声谢谢，就是我的 YouTube 频道订阅人数破10万了。我知道我自己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还是很感谢你们，就是从刚开始这样一路陪伴我到现在，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很感谢你们。然后除了陪伴以外，也很感谢你们，就是在我每次发影片的时候都会来跟我聊天啊，或者是给我一些很好的建议。那我也希望说未来我可以变得越来越好。那也谢谢你们这样子一直陪伴我，然后帮我加油，谢谢。那接下来马上就来分享11月最爱。11月最爱的话，以美妆的东西比较多一点点。第一样就是这个。Marcella Mercier 的蜜粉，就是我之前在那个我的专柜爱用笔，还有我的周年庆购物清单那支影片最后面我说我想要买的那一款蜜粉。那这个蜜粉是我跟小米一起从应该是说他帮我从一个美国的购物网站一起买回来的，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去那个百货公司靠柜，一起想说可以一起买，因为我们都想要买他们家的蜜粉。但是百货公司那个时候推出的周年庆组合，我觉得价钱有点高，然后它是2个蜜粉，然后再加送一个蜜粉刷。不过因为我们2个都不缺那个刷具，你知道，再加上如果2个人一起买，其实是这样不太好分。然后从这个购物网站买好像会比较，对不起，笔照一样。从这个购物网站买好像会比在台湾的专柜买稍微便宜一点点，所以到最后我就是请小米一起帮我买这一罐。那这罐蜜粉之前在网络上有人说，这个好像有点控油效果，我是不清楚。其实我没有特别研究，因为我只在乎它的粉细不细而已。那这一罐的粉的确是还蛮细的。那关于控油这一点，我自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但是我觉得就算它有控油的效果，我这阵子这样子弄它定完妆，我也不会觉得说脸有被控油到，然后变得很干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还好。那我主要是喜欢它。定完妆之后，它的粉质很细，所以它呈现出来的底妆质感也是蛮细致，它不太会去破坏原本的那种底妆质感。所以我觉得，虽然说专柜的蜜粉单价会稍微高一点点，不过我觉得那个呈现出来的妆感细致度还是有点差别的。不过就这罐蜜粉有个小缺点，就是它打开之后呢，你们看得到吗？它打开之后是长这个样子，就它这边就是那个洞洞，然后它上面没有那种粉扑可以盖住，所以如果它那个洞洞没有贴一个贴纸的话，就等于你如果没有把它好好的放好，它的粉就很容易洒出来。我的困扰，我这几天有这样觉得，就是它很容易这样子，粉都跑出来在外面。你们会这样子吗？我其实有点困扰，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有时候我可能想要带这罐蜜粉到别的地方用，我就会很害怕我在运送的过程中没有把它放好，然后它就会整个洒出来，那盖子就变得有点脏脏的。所以我想说，有可能我会再去买一个那种。可能开家门市还是买个粉布把它放在这边，这样子你密合起来的时候，至少它那个洞洞是被粉布堵起来的，这样子粉就不会乱撒。那这个就是11月份的第一样最爱啦。再来第2样最爱是刷具，就是这支 Lab Square 的粉末登场蜜粉刷，有对到焦吧？有。我前阵子刚好收到 Lab Square 的合作，我刚刚发过文章而已。那我发现他们家这支粉末登场蜜粉刷的大小很符合我想要找的蜜粉刷，因为我一直想要找这种大头蜜粉刷很久。那它的刷头有这么大，你看跟我手心比，它的刷头真的很大，而且它毛也蛮扎实的，那蓬松度也够，我觉得它抓粉力还蛮好的。那他们家的刷毛是采用一种类发纤维，我刚开始在用的时候，我觉得它好像没有那么的软的感觉。那我又把这一点反映给公关，公关跟我说他们家这种类发纤维刷毛特色是会越洗越软。那我自己有观察实验过，这支蜜粉刷我大概洗过2次了，那我发现洗过2次之后，它的柔软度真的有比刚开始还没有洗过的时候稍微再软一点点。所以我现在直接用它碰到脸上，我觉得比较没有刚开始那种稍微刺刺的感觉。就现在这个柔软度我是还蛮喜欢，而且它也蛮有弹性的。重点是它的面积够大，就可以很快速的把蜜粉拍上去脸上做定妆，所以这支刷具我目前是还蛮喜欢用的，而且它的质感也蛮好的。你看它握柄是这种消光的黑色，那前面搭配这种黑色的金属，我觉得以100元刷具来说，这样子质感算是还不错，而且它使用起来的那个一些效果等等，我也都蛮喜欢的。再来第3样是这个。Etude House 的蜂蜜唇油，因为前阵子那个克兰诗不是有出3款那种护唇油嘛，我有去看，可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小贵，我自己觉得会有一点心痛，所以我就没有买。那我刚好前阵子逛那个 June Market， 我发现 Etude House 有出类似的这种唇油，虽然说价钱差很多，跟克兰诗差很多，那我觉得一些成分跟效果可能也是会有差，但我觉得这个有比较符合我的预算，所以我就买了这个。那我真的还蛮喜欢在睡前用这一罐护唇油的，因为我之前有分享过，说我有那个兰芝的睡眠唇膜，然后我也有那个阿丽达舞的那个睡眠唇膜。
然后我有稍微做一下比较。那我觉得这支蜂蜜唇油它的滋润保湿效果介于兰芝的下面，然后在阿丽达舞的很上面，所以我觉得它保湿效果稍微比兰芝的睡美人唇膜逊色一点点而已。再加上它擦上去之后，它不会像那个兰芝的睡美人唇膜会有一层白白的膜的感觉。然后如果你擦完那个唇膜，你要讲话，你会觉得你的嘴唇有点牵丝那种感觉。它擦完之后，就像一层薄薄的油附着在你的嘴唇上面，所以你不会觉得你的嘴唇上面会有一层膜，你会有点不舒服那种感觉，而且也比较不会沾到枕头。那我觉得它的滋润效果，如果是在大概晚上1点多睡前那边擦完，然后到隔天，我有时候会睡比较久，比如说睡到可能隔天的9点、10点，就至少8个小时过后，你早上起床之后，它的那个嘴唇的效果还是会有点那种油油嫩嫩的感觉，所以它不会干得很快。就以这样子一瓶200多块的护唇油的滋润持久度来说，我觉得算是还不错，而且它闻起来有那种香香的蜂蜜的味道。那它的刷头我也蛮喜欢的，我打开给你们看。它的刷头是那种比较宽宽的，然后上面有绒毛那种刷头，所以你在保养的时候，我觉得它这个刷毛碰到你的嘴唇还蛮舒服的，而且它也不会很黏哦。它这款虽然说是油，可是你涂抹在嘴巴上面的时候，我觉得它会因为稍微碰触到你嘴唇的温度，它会稍微变得比较水润一点，就不会是那种油黏黏的感觉。所以我还蛮喜欢用这一罐当做最近的睡前唇部保养，小小一瓶，然后随身携带，我觉得也蛮方便的。再来这一款唇膏是毛梦的 True Color Lipstick， 那色号是18号 Heart Red。因为我最近很迷恋枫叶色的唇膏嘛，那我之前在逛 June Market 的时候，我就想说找看看有哪些牌子有出枫叶色的唇膏，那就让我发现这一款。其实这款唇膏是19号卖的比较好，因为19号是代言人朴信惠擦的颜色，那19号它是比较接近干燥玫瑰色的感觉，不过它都卖光了，反正也买不到，那我就想说就算了。那我后来发现18号它是橘红感稍微比较明显一点的颜色，然后也比较像枫叶色的感觉。我拉近给你们看好了，我今天嘴巴上面就会擦这支唇膏的颜色。它是橘红感比较明显一点的感觉，不过我觉得它的橘红也不会像夏天的那种橘红色唇膏那么的奔放的感觉，它呈现出来的样子还是比较适合秋冬感的橘红色，然后它的颜色也是比较饱和一点的。不过这款唇膏啊，它刚擦完的时候那种润泽光会比较明显一点点，不过时间稍微长一点点，我觉得它会变得有点像微雾面的妆感，所以那种干干的感觉会变得比较明显一点点。所以如果你很害怕擦完唇膏嘴唇变得干干的，在擦这支唇膏之前，可能就要先用护唇膏先打底会比较好一点。那它的持色度我觉得也算中间而已，就是你可能出去喝个东西吃个东西，大概1-2次就需要补妆。不过我还蛮喜欢这支唇膏擦起来的效果，像这种橘红感其实还蛮衬肤色。那我最近在 Instagram 的照片有很多张，应该算是自拍吧，我都擦这支唇膏。那每次发擦这支唇膏自拍，都会有人问我说我是擦哪一支唇膏，我就是擦这支唇膏。今天终于分享给你们，它是很漂亮的枫叶橘红色，这个颜色我很喜欢。终于要来分享这瓶扩香了，这瓶扩香也是我跟之前那个唇油还有唇膏一起从 June Market 上面买的。那这瓶扩香呢，让你们看一下它的包装，它的包装超美的，就很有那种法式古典的感觉，而且它的扩香组是黑的哦。反正它整组都是美，不过我觉得在上面买扩香有一点冒险，就是因为它上面是韩文嘛，那就算说它有一些英文还是中文的标示，我觉得这种味道你要用想象，其实是还蛮抽象的一件事情。但是我那时候就是冲着它的包装很漂亮这一点我才买，我就想说，如果真的买回来的味道不是那么喜欢，那就赶快把它用完。那你可以把这个瓶子当做一些可能其他容器，比如说花瓶还是什么，因为它的瓶子真的很漂亮哎。这个瓶子，那我买的这个味道是山茶花的味道。山茶花的味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不过它是比较甜一点的花香，不过它不会甜到很腻，所以这个味道我目前是觉得还蛮喜欢，就没有买到地雷的味道。那之前有人在 Instagram 问我说它的扩香范围，什么是扩香范围？是指它的香味可以扩散到多远吗？如果以我的房间大概6-7瓶的来说，我觉得放一瓶这个，几乎整个房间都可以闻到就是淡淡甜甜的味道。当然离它越近，那个味道会越重。那如果在远一点的地方，还是可以闻到一点点的香味啦。所以我觉得应该算是正常的那个扩香范围吧。但重点是我很喜欢它的瓶子，你看这样远看真的很漂亮。不过这瓶扩香最近好像缺货，但我还是会把那个 June Market 上面爱茉莉小铺的网址贴在底下，就是如果你们有想要买这瓶扩香，可以随时回去他们的那个小铺看看。我发现最近屈臣氏也有很多隐形眼镜可以选的，所以最近除了去逛开架彩妆，我也喜欢看看有哪些新的隐形眼镜。
镜。那最近让我新买到的就是这款，它是 Decorative 的美妆彩片。那我买的颜色是铂金灰。我那时候在这款隐形眼镜的小柜子上面，它的那个 model 的示范照片戴起来比较像是那种灰咖啡色的感觉，就还是比较像咖啡色。但是我自己实际戴起来，其实我今天就戴这副隐形眼镜了，我拉近你们看。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本身的黑眼珠是比较深咖啡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戴起来还是比较像灰色的感觉。怎么看？然后它也不会说放大的很夸张，我觉得它的那个着色面积就有颜色的地方大概在13.8而已吧，就它不会放大的太过头，算是放大直径比较自然一款的银眼。那我戴起来也是比较像灰色的感觉。那我是还蛮喜欢它戴起来的效果，因为它会是外圈有一圈那种黑色的感觉。然后才慢慢渐层到里面是那种比较灰色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它这样子的双色感还蛮明显的，而且它的花纹也算比较自然，不会太过锐利的感觉。因为我之前在那个 Maybelline 那支影片，我戴的隐形眼镜是 OPT 的灰色的日抛银眼嘛，那一款隐形眼镜就是比较像灰蓝色，然后它的花纹也会比较明显，所以戴起来眼神会比较锐利一点点。那我自己本身可能我的五官的形状，就是如果戴错隐形眼镜，我的整个脸会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凶。这款铂金灰的镜片应该是我目前戴过的灰色隐形眼镜里面比较不会让我的眼神变得更锐利的一款灰色银眼，所以我目前还蛮喜欢它戴起来这种比较自然的效果。那这款 Decorative 的隐形眼镜，它好像有分月抛跟日抛，我买的是日抛。那它不管是月抛还是日抛，都各有4个颜色可以选择。我下次应该会再去买看看它那个咖啡色的吧。不过我觉得以日抛的隐形彩片来说，这样子一盒里面有10片，10片就是5天嘛。就如果你两眼度数差不多的话，就大概是5天，5天份399，其实有点小贵，对不对？不过还好，它戴起来的效果真是还蛮喜欢的。我是私底下还蛮吃货，虽然说没有办法吃很多，可是只要看到什么新的东西，我就想要吃看看。那我最近在逛 7 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三养出的韩国火辣鸡肉风味年糕饼干。其实我很喜欢吃这种年糕饼干。那之前去韩国玩的时候，我也会去乐天超市买他们的年糕饼干。那回来台湾的时候，在一些超商看到年糕饼干，我也会买回来吃。那我就发现最近 7 有这个，就是三养，就是之前那个大家都在挑战那个韩国辣泡面那个牌子出的年糕饼干，我就想说买回来吃看看，看它到底是可以多辣。它里面是长这个样子，小小的不会很大个，然后上面就是满满的那种韩国辣炒年糕的酱。那它的脆度呢？它还蛮脆的，我很喜欢吃这种脆脆饼干。那它的辣度，它刚开始还是那种甜甜的味道比较明显一点点，不过你吞下去之后，它的辣味才会慢慢的涌上来。它真的是我吃过的辣炒年糕饼干里面那个辣味比较明显的，所以如果你不太敢吃辣的话，你就不要去买这个牌子的辣炒年糕饼干，好不好？你就买其他牌子的就好，因为它那个后味真的是它会辣在这边，所以它是真的还蛮辣。就喜欢吃辣的话，可以尝试看看。因为最近 7 好像是什么进口饼干第2件6折吧，就除了这个辣炒年糕饼干之外，我还要买其他的那个什么吉拿棒。不过吉拿棒我没有打开吃，因为这一包热量还蛮高的，它每份150大卡，不过它本包装含量4份，就等于它是一包600大卡，就几乎是一杯珍珠奶茶的热量。所以如果你在减肥，就不要吃太多，就是像我这样子，每天吃个几颗解解馋就好。它包装长这个样子，下面是有这只鸡，很欠揍的这只鸡。就如果你们最近有去 7 逛的话，然后也想要吃看看辣炒年糕饼干，可以挑战看看。如果你敢吃辣的话，不敢吃辣就不要尝试了。那分享完美妆跟吃的东西之后呢，最后要分享的是配件，就是这一顶深蓝色天鹅绒的老帽。这顶帽子是我前阵子去参加那个 H&M 西门旗舰店开幕那天当天的战利品，我跟小米都有买，我们买一样的。那因为我的老帽都是比较素面，所以看起来会比较休闲简单一点点。我就觉得这种天鹅绒材质好像可以让老帽看起来没有那么休闲，然后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华丽感，而且它的质感我觉得也还不错。它这种天鹅绒的感觉，那天鹅绒的特色就是它会稍微随着光线不同，然后有一点不一样的颜色的变化。它这种质感我还蛮喜欢的。那它戴起来的效果，我觉得修饰头型的感觉也还不错，因为它上面这一段不会太窄，所以它戴起来不太会去让你上半部的头型变得很奇怪，被压扁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它戴起来那种让脸型变挺的效果还蛮好的。
不过它这一顶后面是没有做那种可以调节大小的扣环，它是直接用尺寸做区分。它有 S、M 跟 L， 那我买的是 M。所以如果你们去逛H&M有看到这顶帽子有想要买的话，务必要先试戴看看你比较适合哪个尺寸，然后才不会买错。我戴的是 M 啊，就提供给你们做参考。我还蛮喜欢它这个感觉，就有时候你穿一身黑的时候，像我很常一身黑嘛，这时候你就可以利用这种比较深色，然后有点不一样造型的老帽来点缀一下。好，那以上就是我的11月最爱把我最近在生活上发现新的好吃好玩或是漂亮的小东西分享给你们。就如果你们有什么很推荐的好吃好玩的小东西，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讲。像之前那个黑糖雪点奶茶也是读者留言跟我讲，就很谢谢你们分享你们喜欢的东西给我，那我也会就是继续分享我喜欢的东西给你们。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啦，希望你们喜欢，那也别忘了帮我影片按个赞，再订我频道，拜拜。